任玉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夜神节哀。过去1000年，洞庭湖的100万生灵皆仰赖洞庭君的照拂。今日令堂羽化而去，夜神一怒，恐将浮尸千里，还望夜神千万节哀之怒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承继洞庭君遗责，为令堂积德行善。水神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杀了这个孽子。好，那今日本座便亲手送你跟你娘亲团聚。住手！祭灶夜宴，便有业果。这么多年，天后四处树敌，果真是问心无愧，毫无忌惮吗？你窝藏宿离这么多年，今日你的地界上又发生这样的事，水神莫要告诉本座，你对这妖姬的阴谋一无所知。见到天地，自有分说。干娘想对你说的话，她的前尘往事，都收摄在这颗夜明珠里了。陛下，这是有关洞庭湖一事的奏报，你竟然不看？难道你都了解了？你说你与蜀仙毫无勾结，可你却救下了素离，且素离久居你所管辖之洞庭湖，他所做的那些事，让本座如何相信你毫不知晓？我承认我救过素离，那是因为我不愿看到水族同胞生灵涂炭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
本座知你从不说谎，也不屑于这些犬兔之争，可你为何要牵扯其中呢？为何？肃离与陛下有过一段旧情，陛下又可还记得？我与他那些，不过是前尘旧事，何必再提？若非这些陈年旧事，肃离又怎么会生出这般妄念，误入歧途？水神的意思是，肃离今日种种触犯天条的行为，乃是本座造成的吗？不过是因果轮回罢了。那你呢？今日你为何去洞庭湖？皆因他当年的冤屈，才导致了今日的谋反。天后如此赶尽杀绝，未免矫枉过正。我如何能袖手旁观？天界日后又如何在水族中立威服众？水族不服，是天界不仁。你倒是一向仁慈，但你可曾想过，正因为你的仁慈，才招致更大的灾难。你若没有救下肃离，何来今日之祸？陛下的意思是，今日之祸皆因我救下肃离，还是另有原因？陛下需要我来阐明吗？就算你对肃离并无半丝情分，可润玉是无辜的，他毕竟还是你的孩子，也是锦觅未来的夫婿。无论如何，肃离都为他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还望陛下能够妥善处理此事，莫要再连累无辜啊！陆离，你这是在为难本座。本座若不惩治这些洞庭余孽，以儆效尤，何以服众？倘若个个都来效仿，难道要本座全都法外开恩吗？我只求陛下秉公任职，不要一错再错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我就知道，我养了个白眼狼。润玉跟他的母亲一样可恶。参见天后。齐渊，你先前说是颜佑抢了灭灵剑是吗？是。颜佑怕是肃离派来对付旭凤的，你立刻将那灭灵剑找回来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加害旭凤。是。夺回灭灵剑之后，将那锦觅杀了，别忘了你最初的任务。全明白。你见到刘英了是吗？回天后，属下的确见过刘英。天后您放心，属下心里明白该怎么做。见到他之后，就情难自已，想要与他双宿双飞，对吧？属下不敢。只要你把锦觅的事情办妥，本座倒可以考虑考虑。你俩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世界天残，那些小虫子，本座自有办法。齐渊谢过天后。他已经回魔界了吧？你为何还要回来？你口口声声说让我忘了你，可你又何曾忘了我？
人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的去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木慈，你看这景象，像不像我们曾经在魔界看到的景象？哎，你已经打的够多了，这只是我的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。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在哪儿啊？山东。会随花香远飞，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，来回不生无悔。公主没事吧？一场春秋，你抓着我干嘛？是非，待花开之时，再醉。木慈，他们就是你是罪，唐突了，公主。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留着去跟父王讲吧。我要听你的真心话。木慈的职责所在嘛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让你受到半分伤害。那你是不是说你喜欢我？公主，公主莫说笑了，公主千金之躯，木慈怎敢有非分之想？那我对你生出了非分之想，又该如何？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一念来回，同一生无悔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。在这几场木慈之错。若你觉得这是错的，我愿意这一生一世都与你错下去。看着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散飞手牵重新酒余味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再不回去，皇上该着急了。哎，我手环怎么不在了？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明明带着的呀，这是我娘亲的遗物，你帮我找，这对我很重要。对不起，我没找到。别说话。好美啊！丢了你娘亲的遗物，如何是好？不是找不到，根本就没丢。其实，我只是想与你在一起，多待一会儿。木慈，幽冥之怒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又去了哪里啊？
当年幽冥之怒现世，魔尊发现我是灭灵族后人，说我是不祥之人，会殃及魔界众生，便将我囚禁于余渊之中，受八寒八热之苦。若不是有人相救，恐怕我早已魂飞魄散。救你的是何人？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可是因为你恨着魔界。你若是因此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那我便不做魔族公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做一个同你朝朝暮暮的寻常女子。不如我们就在这凡间做一对平凡的夫妻，我们俩携手游遍凡间的万水千山，好吗？你要知道，如今我无法给你任何承诺，我该走了。我知道你如今做那些事，并非出自你的意愿。你有任何苦衷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对不起。我没有醉，我只想让你牢牢记住我说的话，听清楚了，我喜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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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锦觅，王上，可会下棋？略懂。梁国突然集结兵力进犯怀武，明日我便要亲自出城，迎战梁国。王上，听闻军中将领人才辈出，为何不给他们多些机会，让他们也当当主帅，过过调兵遣将的瘾呢？为何呀？臣只懂得弄药，不懂得打仗，但是有一句话臣还是知道的：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虽然我知道战神的名号，所向披靡，无限风光，但是刀剑不长眼，世事难料，臣甚是担忧。我终于听到一句你由衷担心我的话了，说明我也不是全然未入你心，是不是？皇上，该您落子了。锦觅，答应我，等我回来，做我的王后可好？
皇上，臣命薄浮浅，只怕无负萧寿义王后的福泽。你为什么总是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呢？那日，你醉酒的样子，可讨人喜欢多了。锦觅，你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心，为自己活一次呢？你相信我，我定会有法子把你留在我身边，让全天下的人说不得半句闲话。这一次，我也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人世间如何慌张？我在情书里找到每声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一起看斜阳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每声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弹奏着月光。锦觅姑娘，锦觅姑娘，锦觅姑娘，润玉仙。你可知你所中之毒已深入骨髓，心脉受损？我知道，这就是我的命，我接受。润玉仙，切莫为我悲伤。虽知你此番便是为历劫而来，却终究不忍看你这般受罪。即便你不是你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定会替你揪出歹人，以牙还牙。万万不可！润玉仙，锦觅无心报复，人各有命。若润玉仙真的想帮锦觅，可否满足锦觅的一个要求？可是你这毒，连神仙都无力回天。锦觅所求并非自己，而是义王。他马上要御驾亲征了，润玉仙可否保佑他平安归来？你可是对旭凤、对以往生了情。我只知道，若是他，我愿意为他殉葬。可是若换成别人，我是万万不会接受的。义王并非凡人，定可化险为夷，你不必替他担心。真的吗？若是能减轻一些你的痛楚，也好。锦觅，唯有你，我绝不会放手。我们只能从这几个点突破敌人的防线。那在山上和山下，我们都要驻守精兵，以防敌人在夜间突破。启禀王上，何事？说啊！穗禾郡主来了。什么？表哥，你一个女儿家来军营做什么？表哥，穗禾虽是一介女流，但亦是怀吾儿女。如今边境告急，身为怀吾子民，亦想为国出力。战场绝非儿戏，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秦弄，送郡主回去。穗禾当初研读兵书，表哥还曾夸过我。如今穗禾不过是想为怀吾做些事，为何表哥不允？此番穗禾已打定主意留在前线，与怀吾的将士、边关的百姓同甘共苦。就算表哥要送我回去，我也会再来。
秦童，保护好郡主。多谢表哥。想不到穗禾郡主就有这般谋略，在下佩服。林将军过誉。郡主，林将军并未过誉，穗禾郡主真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豪啊！诸位辛苦了，今夜早些休息，明日卯时我们便出发，争取尽快到达边关，同于丽他们会合。是。表哥，你觉得我的计策如何？纸上谈兵自然是容易，难的是在战场上的决断。好了，今天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秦东，你去为郡主安排一个营帐。是。啊，对了，你来此处，你爹可知道？自然不知，这可是秘密，表哥可要替我保密。那扑哧君可同意？表哥，我已经与你解释多次，那厮善用鬼魅邪术，穗禾那日是被傀儡之术牵制，所说并非我真心话。穗禾心意昭昭在目，众人察察。表哥若是不要我便自行了断。哎，齐大人，翼王那边未发现任何异常。是。侯爷，都安排好了？都安排好了。他的大队已然先行赶往边关，翼王和他的一小队人马，明日行军必然经过安远关。哼，那里的地形对我们伏击非常有利呀。此乃天赐良机，此次我定要他人头落地。你看，这花开得多好看啊！解密，把药吃了吧。强华，可是清月。
在我环湖境内，梁国不可能在此地埋伏。停止放箭！醉河怎么在这儿？侯爷，这机会不能错过，吩咐下去，千万不要伤了郡主，剩下的全都要杀光。是。起来。除了清月，我实在不知道还有其他无色无味不被我第一时间察觉，又不是我的脉象异常，缓缓的致命的毒药了。枪火万死，正是清月，只是枪火不知。只是你不知，我的身体对清月有着强烈的、异常于他人的反应吧。其实连荆棘姑姑都不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我瞒着你们所有人去试药，试药3分毒，如今我的身体里流淌的早已不是血，而是毒了。万物相克，以毒攻毒。本来我身体的这些毒素都已经达到平衡，这些毒对我来说早已无害，只是清月性火，过量缺寒，会把我身体里有的平衡全部打破，一朝爆发，身体里这些毒素便再也控制不住了。那圣一族的族规，你比我更清楚，那你为何还要？秦明，你我2人是姐妹，我不可能害你。我给你下毒，只是希望你能有所察觉，尽早离开这里。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傻，我又不敢跟姑姑提及此事，强火，我不怪你，也不怪姑姑。圣一族的族规高于一切，我是圣女，是我破坏了这个规矩，我不该动情，我本该就是死。那一王有什么好的？你明知会如此，却还倾心于他。我知道，你并非是看重皮相，轻易会被迷惑的女子。是啊，一王究竟是哪里好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哪里好，却又觉得他处处都好。秦明，我已经准备好了盘缠，还有随身的衣物。
我真的不想置你于死地。锦觅，你快走吧，再也不要回到这里，不要回到圣医族。我知道你制药之术，天下无人能及。你既已知道是清月之毒，就一定能解了这毒性。我不走，千火，这一次我要以锦觅的身份活下去。我不是圣女，我是锦觅，我愿意一命相还。爹，你要做什么？穗儿，刀枪无眼，你快过来。穗儿，你为何为了一个心里根本没有你的人而如此的执迷不悟啊？如果他真的在乎你，他早就娶你了。你先命他们撤下去，我便过来。哼，撤！来，到爹这儿来。蚁王，看见了吧？我的女儿就……爹，这一世你对我的好，随和记得。你是一个好爹爹，但可惜与许凤相比，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凡人。侯爷，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南平侯府的人听着，若你们此刻放下武器，跟随翼王上阵杀敌，休可将功赎罪。此番行刺翼王之事，一概不予追究，否则论罪当诛九族。我不知道便会做出这等弑君篡位之事。我。皇上刚刚击退两军，要不要休息一晚再走？表哥，去吧。
表哥，我爹已经死了，如今你就是我唯一的依靠。我知道，此番你为怀吾做的事情，我记在心里。日后有何难处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理。穗禾只有一个难处，便是如何让表哥心甘情愿娶我为妻。表哥可是还介意我与蒲池君之事，那本就是个误会。我对表哥一片痴心，天地可见。穗禾今生今世非表哥不嫁。穗禾，浮生若寄，表哥若是不答应，穗禾也不愿再苟活了。穗禾，本王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没办法再容下其他人，所以今后我会把你当作亲妹妹一样。表哥心中那人可是锦觅？是。为何是他？他是圣一族的圣女，你和他是不会有结果的。表哥，从小我便倾心于你，为你做了那么多，连我对你真的要对我如此绝情吗？穗禾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为我做的事情，我心下感激。但是也让我不寒而栗。我知道我无以为报，若是今后你处于危险境地，我定以命相护。但是娶你一事，我实在无法诺你。表哥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锦觅她到底有什么好？好的让你天上地下都追着她不放。穗禾，因为这几日之事你心绪不稳，我们改日再说。皇上怎么没有卸甲？马备好了，备好了。我还挑选了一队精兵，护送王上回山庄。把郡主送回去。锦觅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的。皇上，我是不是又在做梦了？不是梦。回来了。想早些见到你。你知道这是怎么了？听千火说你是上火了。你知道，我一向不相信他的医术。更何况看见你现在这般虚弱，我更加不相信你是上火了。你不会是整天研究那些奇奇怪怪的药，染上毒了吧？锦觅，你自己是什么症状，你最清楚了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了？皇上，千火虽然没有医术高明，但怎么样都是有生一族的人啊。其实啊，我就是上火了。这上什么火能让你虚弱成这个样子，还咳得这么厉害？我虽然不精通医理，但也不能骗我。唉，臣怎么敢欺瞒王上啊？其实，臣自幼便是易上火的体质，吃一颗荔枝就会晕过去。但是臣善于用药啊，所以臣就研制了一种药方，可以根治此症状。刚才臣想要试此药效，故而吃了一串龙眼，谁知道就直接先晕了，让皇上见笑了。药在哪儿？
吃几个？3颗。快吃了。快躺下，好好休息。皇上，我没有骗您吧？我吃了这个药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臣没事了。要不然，我陪你去院里溜溜弯，或者陪你下盘棋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这样吓我了。皇上，您莫不是从战场上直接回来的？是又如何？唉，以前只听过王上战神的威名，却从未见过王上身着戎装的样子。果然如他们所说，好看。穗禾公主，有何吩咐？你将这封信亲手送到梁国主君手里，我许他里应外合，灭了坏物。有了这封信，梁王定会亲自出征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一定要保证此事不出差池。我刚才明明感觉到了木慈的气息啊！是。梁国主君一旦亲征，旭凤便定会亲自迎战。他离开北苑山庄之时，你便替我灭了锦觅。原来他的目标是锦觅。就算没有灭灵剑，先让他回了天界重启历劫也好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公主且慢，天后之前吩咐属下，务必先寻回灭灵剑。她担心有人会利用此剑对二殿下不利，所以公主此番安排，天后是否知道？若是如此，你将此信送达之后，便到旭凤身边去。若真有人拿灭灵剑对旭凤不利，你便可趁机夺下那灭灵剑，杀了锦觅。是。当日你不告而别，竟然是为了对付锦觅。锦觅是我的朋友，我不允许你伤害他分毫。木慈，这些年你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对锦觅下手？如果你有苦衷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你若执意要杀锦觅，便是我的敌人。如此更好。为何这里会有骨血的气息？I see，灭灵剑悬于此处，却未伤二殿下分毫。
锦觅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锦觅，你爹是疯了，居然吃下3颗无因。这是唯一能够压制清月症状的药，可这也是剧毒之药，如此急功近利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日不多了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看到我是如此的病容，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忧。以前我觉得你是这世上挺聪明的人，可如今看来，你根本就是个傻瓜。锦觅，锦觅，锦觅，参见王上。王上，圣女正在换衣，请王上在院中稍等片刻。好。皇上，您又要去前线了？本以为这次击退梁国，他们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动作了，可谁都没想到，这一次梁王又御驾亲征，所以我也不得不再应战了。皇上，我恐怕等不到了。怎么？你等不了这几日？我原以为你过去那般执拗，我们怕是要耗上一生。我还以为要等到我们比肩于亡灵之中，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才能来临。但如今，你愿意等我，愿与我携手未来，这幸福来得太快，像做梦一般。锦觅，你真的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，做我的王后吗？我愿意，可是你答应世人的话呢？四海一日为同，你便一日不娶。统一四海跟娶妻有什么关系啊？还不是当时你倔，我为了堵住君臣们的口，得找个借口嘛。但是现在，我真的想立刻昭告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就是我的王后。我既已答应你，我便会永远在此处等你。你不是还要为我谋划如何摆脱圣女这个身份吗？我们有1世的时间，不急于这1世。不过什么？我做你的王后，可是你最大的福气。以后你莫想再纳妾，连多看别的女子一眼也不行，知道吗？这当然是我最大的福气了，我怎么舍得将眼睛离开你呢？可是你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我真面目，怎知眼睛会移不开？万一觉得我长得难看，你后悔呢？要不要我现在摘下来？不用，你便是再难看，也别想掏出我的手去。此刻无需摘下面纱，等到我们大婚之夜，将你的红盖头挑去，那时候你就是我的宠妃呀，想逃也逃不掉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对你居士相告。皇上，安心征战。皇上，
你该启程了。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。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再回首间尝新旧余味。不听就一身尘灰，一年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。待花开之时，再醉一回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内容虽然醉了，所做之事有些唐突，可是我并不后悔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。再回首，前尝新旧余味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。再回首，前尝新旧余味。我一定不会让木慈胜利。想不到锦衣这一世力气竟如此细微。刘英，他也来了。想必刘英也是担心二殿下的安全，所以大家目标一致。这世上到处都是自作多情之人。依属下看，要说对二殿下痴心多情，还当属穗禾公主。不如先把正事解决了再说吧。速战速决。他们胜利的鼓声。
此番大败梁国，王上与他们主君签了停战协议，永不再战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江火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亲口告诉他，我并非食言。杀他，木子便永远都回不来。杀了他才回不来。锦觅，快！对不起，不要怪我。死生有你相伴，我很开心。若有来生，我们还做朋友。轻轻吹散，天地分开，相隔万丈。那家伙，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家伙。写一封情书，一出间作为开场，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。这几千年来，有你的陪伴，我很开心。若你来生，我们还做朋友。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跟你一起看斜阳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弹奏着月光。柔柔，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柔柔是你吗？
柔柔，锦觅，我也都想起来了。我知道，你之前一直把我的真身带在身边，你做了很多的事。此生，你又多给了我一世的时光。我误会了，真的。看来我这次是真的要走了。你答应我，不要为我悲伤。为什么你救了我2次，可我始终留不住你？为什么？木慈，我说过，你若再伤锦觅，你便是我的敌人。我今天不会让你走，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。公主，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再追究了，否则只会让你自己更危险而已。你如今还关心我的安危吗？随你怎么想。你与穗禾见面，可是在为天后做事。要么放我走，要么杀了我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我们的过去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吗？看来你我终是再不可能了，我不该再奢望。公主，自从我知道我跟魔族有不共戴天之仇之后，你跟我的那些回忆早就毫无意义了。我们的感情真的比不上你的血海深仇吗？我们远走高飞不行吗？什么血海深仇，什么魔族，我们都放下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天上地下，唯有你我，再无旁人。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爱你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从前到现在，你一次次的投怀送抱，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卫，又怎敢对公主说不？一个巴掌，换来跟公主的春宵一刻，值了。
他日再见。若你再对锦觅、对魔族不利，你便是我的仇人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我别无选择，但是公主可以选。忘了我。若是真放得下，忘得了倒也好。可是你明明知道，我根本做不到。走。表哥。表哥，不愿人事与非，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却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掸去一身尘灰。再与你一壶清酒，话一世沉醉。不愿人事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不知是哪里出来的神仙还是妖魔，杀了圣母。我本想出手反击，但他们突然在我眼前消失不见了。给我查！是皇上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皇上保重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表哥，出去！余年来回，无语少回。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。待花开之时，再醉一回。愿这长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再回首间尝新酒余味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都一整日了。锦觅，你知道吗？这件凤袍是你初入山庄时我派人给你做的。每过一段时间，便依我目测你的身形修改，到现在修了有10次了。因为我怕不符合你的身形。没想到你穿上这么合身。你是我目测的
是不是还挺准的？只是我从来没给女子上过床。如果我要把你画得难看了，你千万别怪我。原本你不上妆的样子，在我心里是最美的。但是今天是你我的大日子，一切忍一忍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婚之后，皇上，这上有一封信，交给副相。皇上，这酒本是为你这殉葬之人准备的，如今我们却颠倒了。你终是没有受诺，但我不能食言。我应承你的，一样一样都会为你做到。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腾去不回，回辗转来回，痛不隔着心扉。愿只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一壶这酒杯酒，你不能喝了，为父替你喝，可好？一场春
折磨了这么久了，也不差这一生，这一命。这么一看，还真的挺像吴雅的，不然以后就叫你丫丫。丫丫，怎么是你呀？皇上，好德如好色者，皇上请自重。何况臣的面貌？面目粗鄙，人言诡计，我不在乎。等我回来，做我的皇后更好。谢谢你，让我在蝼蚁一般卑微又渺小的一生当中，第一次知道活着的意义。我知道你定要说我是没一国之君，如此任性地抛下了整个怀吾。你放心吧，我已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堂兄之子远兮，聪慧过人，来世无双。有夫想辅佐他继位，怀吾未来无忧。只是不成想，最终却是我为你殉葬。我很满足。这下你终于是我的丑婆娘了。只是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丑婆娘。我的肩膀不是摆设。你这个人，怎么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？那你以后可得看好我才行啊。二殿下，锦觅仙子果然是天界翘楚，此番下凡历劫已然超出了小仙的命盘定数。不必解释，谅你也排不出如此绝伦的解数。二殿下，您果然是悲虎秉良，聪慧过人，小仙佩服。天帝天后已经在殿上等候二位多时了，请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没有想到枪火就是肉肉，肉肉到底是被什么弄得元神散尽的呢？
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出真相的。凤儿，小锦觅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狐狸仙，刚才我在观尘镜里面啊，看到你们在人间发生之事啊，真的是百转千回，荡气回肠啊！我凤娃的这份痴情，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老夫这小心肝儿都跟着颤了几颤。凤娃，你果然不枉费叔父平日里对你的谆谆教导，老夫此番欣慰得很呐。哎，对了，老夫若是将你们的故事写出个折子戏，那定能在6界之中大受欢迎啊！元姬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还是先进去吧，莫让天帝天后久等了。哦，对了，徐凤，天帝啊，知你私自下凡颇为不悦，莫怪叔父没有提醒你。待会儿大殿之上，你可要好自为之啊。知道了。陛下，洞庭湖之事不可小觑，肃立妄图谋反，意图让自己的亲儿子夜神登上帝位，而水神窝藏肃立数千年，其心必异，夜神肯定也脱不了干系。水神按下此事不妥，但他不过是念在肃离孤苦不依，将其收留于洞庭湖底而已。水神这些年来深居简出，天界众所周知，又怎能与肃离同谋？更遑论近日才得知生母居于洞庭湖底的夜神。天后，不要急于定论。属仙就是他们勾结的确凿证据。好了，如今肃离已死，本座不想追究这些陈年旧账。水神乃是我天界基石，夜神是我亲生儿子，本座信任。天后，不要妄自揣测，倒叫旁人笑话了我天家气度。好了，水神在天界，那是不言而喻的威望，岂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坏了大局？你以为本座就不担心他们有异心吗？本座自是要查清楚原委，才做此打算的。那是因为陛下你没见着，我处置肃离的时候，润玉简直想要把我生吞活剥了，一点也不管我养育了他这么多年，他一点都不顾母子情分。这都是陛下你干的好事，留下了这么多后患。好了，陈年旧账就不要再提了啊！火神到！参见天帝天后。参见父帝母神。你们回来了。人间这一遭，辛苦了。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历劫虽苦，但终能助你们早成大器。是。女儿回来了，水神还没到吗？水神、风神到！爹爹，蜜儿，爹爹，林秀仪，蜜儿，见过天帝天后。锦觅这一次人间历劫辛苦了，也是时候该继任花神之位了。陛下，锦觅虽然归来，但此番命数有变，并未尝到人间凄苦之中的劳苦，算是历劫失败，尚无资格返回天界袭花神之位。按照法度，锦觅理应再次转世为人，待尝尽凄苦之后，方可位列仙班。锦觅此番人间历劫命数有变，皆因一天神擅自下界，扰乱了锦觅的命数。水神，你这是何意？为求公平，也该先问问火神殿下。虚凤私自跳下因果天机轮盘，乱了锦觅仙子的命数，
乃是虚凤的过错，与锦觅仙子无关。还望父帝能够依之前所言，让锦觅正式进仙。至于虚凤之错，还请父帝责罚。虚凤，你身为火神，却如此不识大体，那本座就按照天规，把你闭门思过，半个月之内不准踏出七蜈蚣半步。是。至于锦觅，如今锦觅仙子历劫失败是事实，若是强行让她晋升为上仙，恐怕也是有违天界法度。元吉仙子，小仙在。锦觅此番历劫人间，虽然少了一苦，但也经历了不少的磨难。如今他若是晋升上仙，天象可还会有异？如若按天界法度，锦觅仙子此番确实是历劫失败。元吉，祸从口出啊！不过小仙方才细细地推演了一番，此番锦觅仙子下凡历劫，虽算不得圆满，但是她所经历的每一苦，皆是大苦的结束，是以神元修炼纯净。如若晋升上仙，小仙认为不会有损神本，亦不会引发天界异象。如此便好。陛下，此乃关乎6界神本的大事。锦觅，本座现在宣布，你已位列仙班，晋升为上仙。既已晋升为上仙，理应承袭花神之位。多谢陛下抬爱，只是这些年来，长房主把花界治理得井井有条，况且锦觅玩心很重，资历尚浅，如果当了花神，恐怕要日日守在花界。锦觅想多陪在父亲身边，想与父亲同享天伦，还望陛下成全。锦觅，你是打定了主意，不想当这花神了？也罢，你毕竟还年轻，等你成了亲，定了心，再袭着花神之位也不迟。说起来，润玉跟锦觅的婚事也该定个婚期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锦觅此番人间历劫耗费了不少精力，况且又才晋升上仙，理应多些时日好好休息才是。况且，锦觅此番历劫，锦觅的花界好友为了救我而死去了，所以锦觅现在无心谈婚论嫁，只想尽快查出真凶，为他报仇。就有这等之事？你放心，本座一定会彻查此事。但此事与婚期无碍，还是先筹备你的婚事要紧。好了，3个月之后选一吉辰良日，为锦觅与润玉完婚。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啊？那我家凤娃怎么办呀？好了，大家都回去吧。陛下，我也告退。水神，你留一下，本座有话要跟你讲。陛下，有何事要议？无甚要紧，本座只想对你说，本座对你是深信不疑的。你我2人相交年深日久，情同手足，况且现在儿女即将成亲，日后还要首尾共济才是。自然。如此良机都会失手，我养你何用？既然办事不力，请天后责罚。责罚？现在责罚还有什么意义？算了，你先去将穗禾接上来吧。是。殿下，殿下回来了。殿下，你可算回来了。
殿下，锦觅仙子，哦不，锦觅仙上，他在下凡历劫之前，在刘子池畔埋下几坛桂花酿，可要为殿下取来。不必了，你们去准备一些吃茶水便可。是，殿下。哎呦，这俩孩子真是目无尊长。凤娃，你可不能这么惯着他们呀，好歹也得把他们教得跟辽元君一样稳重才好。见过叔父。叔父说起辽元君，我想知道辽元君为何下了界。辽元君，想必是辽元君不放心你，才随你下界的。这辽元君的一片忠心呐，真是叫老夫佩服。我现在被禁足齐无功，我想劳烦叔父一件事，叔父能不能下凡，帮我把辽元君接回来？好，包在我身上。哎，瞧老夫这记性，差点把正事给忘了。凤娃，这小锦觅的婚期都定下来了，你有何打算？我自会想个万全之策，不会让锦觅踏入他不情愿的姻缘当中。叔父不用操心了。果然是老夫的凤娃，那我便放心了。我这就去接辽元君回来。谢叔父。蜜儿，随便看看吧。蜜儿，你方从凡间历劫归来，今日便留在洛香府吧。肉肉的事，一有消息我便告诉你。这间房子都是你爹爹为你准备的。想着你晋升了上仙，在天界也该有自己的住处。不知道你历劫会提前归来，所以我就匆忙布置了一番。林秀姨，我很喜欢，谢谢您。谢谢爹爹。此番锦觅顺利晋升上仙，与大殿下的婚期也已经定下来，本是双喜临门，可为何你却愁眉不展，闷闷不乐呢？莫非是在担心锦觅与二殿下在凡间所发生的那些事？正是。二殿下此番行事确实冲动了些，闲言碎语是避免不了了。但是我相信锦觅是一个有分寸的孩子，况且他和大殿下曾经本是两情相悦，假以时日，自然知晓与二殿下在凡间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白驹过隙，如梦一场。待他深思熟虑一番，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。希望如此。锦觅现下还不知道，天后就是他的杀母仇人。他们两个若在一起，以锦觅的性格，定然无法面对。此事莫要让锦觅知晓为好。先看看他如何选择吧。不行，杀伐太重。陛下，你不是对那个妖精余情未了吧？哎，哪有此事？天后，不要总是旧事重提。可是那个妖精的手已经伸到9重天上，他指使属仙趁着续凤涅槃去谋害他。此次洞庭一战，我亲自查实他私蓄甲兵数万，因图颠覆我天境，实在让人不寒而栗。苏黎虽然是罪大恶极，但是灭族未免处罚过重。如此一来，我天界的声誉何存呢？陛下，你可别忘了，数千年前，龙鱼族已经合族覆灭，只留素离一个余孽。这才几千年，他就又生出这诸多祸端。倘若陛下心存妇人之仁，放了这群洞庭余孽，那就是3万个素离。陛下更别忘了，在我们身边
还有一个素离的亲生骨肉，到时候里应外合。哎，润玉自小在我的膝下长大，他的心性如何，你是最清楚的。斯人无罪，怀璧其罪。陛下应该明白，野心是可以培养的，只要条件足够。如果陛下想要保全2个儿子，那必须做个决断，永绝后患。天后为本座分忧，本座自当鼎力支持。只是天界承平日久，严刑峻法，太者非议。陛下不必亲自出面，这种事交给屠瑶就好了。我只是担心，这样做恐怕有损天后令名吧。为了2个儿子，为了我们天界万年基业，我屠瑶就做一回恶人呗。屠瑶明白。旭凤，母神定要为你永绝后患。殿下，你来的正好，去把李儿和颜佑叫来，拜祭母亲。他们被天兵天将带走了。什么？天后要对3万洞庭水族施以天刑。何时行刑？恐怕雷公电母已经领命而去了。父帝，父帝，事关洞庭3万多条生灵的性命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我母素离既已伏法，天后所为未免杀戮之心太重，我求求您救救他们吧，我愿为他们作保，日后绝不会再生事。天后也是顺应天命，素离谋逆，十恶不赦，理应按律惩办，只是杀法太重，本座也是于心不忍。天后主动带本座去掌刑，本座断无拒绝之理。你身为本座的长子，不可带头坏了法度。可是父帝，好了，先退下吧。雷公电母不在刑场，却在九霄云殿。看来，母神真正要罚的是我了。那些洞庭湖的3万余孽，都当认罪伏法，但他们为的是谁？难道你不该一道被罚吗？他们都是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生灵，求母神网开一面。母神？当日是谁口口声声说要杀本座，替你生母报仇？当时的夜神何其威风，何其强横，今天怎么了？一点都不强了。
是孩儿错了。母神若要罚，就罚孩儿吧。可那3万洞庭水族，他们是无辜的。那3万余孽和你娘亲，俱是包藏祸心，阴谋图反，想要颠覆天界，死有余辜。法不诛心，唯看其行。我娘她纵使有不满，但并未真正起兵，是母神仙。住口！你谋害旭凤，私蓄甲兵，意图谋反，其罪当诛。其实我就应该把你一刀击了。是孩儿错了，求母神开恩。夜神，你何错之有啊？大哥哥，李儿，银佑，母神，雷公电母，速离逆党，该当如何处置？按律，当以天雷电火之刑诛之。好，动刑。且慢，是孩儿错了，孩儿不孝，对母神不敬。可是我娘已死，他们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恳求母神体恤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本座倒要瞧瞧，你是真的贤良纯善，还是只是虚有其表？速离谋害旭凤，罪大恶极，应当处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瑞玉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干娘几千年来对你牵肠挂肚，你真是枉为人子。那现在你是以夜神的身份求情，还是以洞庭余孽戴罪之身来求情？亦或用龙鱼族遗孤的身份求情呢？从来没认过你这个儿子，快趁早滚吧！银佑，母债子偿，我生母犯的错我来偿，求母神不要再迁怒于旁人了。罢了，本座并非不通情理，给你2条路选：要么跟洞庭余孽划清界限，你亲自掌刑；要么待这群余孽受过，替你亲生母亲赎罪。愿意一命抵一命。瑞玉，好，也算你识时务。孩儿不能再背叛圣母和母祖，我愿一力承担所有罪责。雷公电母，雷公，你的震泽天雷，还有电母你的无极电光，加上我的莲台业火，当年连穷奇都熬不住。不知道今天夜神能不能熬得住这3万道激烈酷刑？请母神降罪。好，雷公电母，行刑。
天后娘娘，这里可是九霄云殿，且大殿下毕竟是天帝的血脉。西行。原本以为他性子沉稳，与旭凤不同，没想到竟也如此沉不住气。手足如断机，神血似玉碎，炎炎业火烧，滔滔血海雾，冥冥泉台气，离离白骨空。文如是俯首唤世子。谁敢懈怠？杀你儿子的人是我，你冲我来！竟然如此不管不顾！大哥哥，天后娘娘，天雷电火之行中，并无琉璃净火。若失了琉璃净火，夜神必死，万万不可啊！要不，我把琉璃净火留给你们。夜神何辜，竟让天后大动私刑，下此杀手。水神，你包庇罪犯，我没跟你算账，已经很宽宏大量，你别再得寸进尺了。谋害天帝之子，又当如何？润玉他抗命在先，又主动替3万余孽接受刑罚，与本座何干？都适可而止吧。参见陛下。来啊！去南天门传旨，首犯肃离罪大恶极，前以伏法。洞庭水族受其蒙蔽胁迫，情有可原。念尔等是初犯，本座特赦，望尔等洗心革面，忠于天界。倘若日后再犯，定当严惩不贷。遵旨。这好人都是陛下来当的。夜神，人语提洞庭3万6千400生灵，叩谢天恩。金木神杀人释放，
善后吧。3万道天刑，比凌迟还要苦10倍，疗伤更甚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宁愿自爆内丹，1两百两。母生放心，孩儿一定不会死，一定会好好活着。亲眼看见母生兑现上神之事，放了他们所有人，不再反复。哼！大哥哥，殿下，日月，日月大快不行了。娘亲，我好冷啊，好冷。殿下，日语哥哥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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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热，好热。殿下曾经说过，如果失血过多，冷到极处的话，反而会有五内焚烧之感。娘亲，陛下，你答应将此事全权交由我处置，可事到临头，又心慈手软，这好人都让你捡去，恶人全推给我做。再这样折腾下去，搞得天怒神怨，物议沸腾，与你我又有何益？那怨谁呀？就怨你平日对他太过纵容，事到临头，他倒反咬一口，连我这个母神都不认，反而认他那个罪大恶极的亲娘。洞庭一战之后，那群余孽他也要保护。再这样下去，哼，我怕天界都要被他颠覆了。哎，有本座在，翻不了天。嫡庶有别，旭凤跟瑞玉孰重孰轻，本座心中有数。陛下这句话，徒瑶铭记于心，也希望陛下千万不要忘记。殿下，你终于醒了。天后放了他们吗？你就毫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吗？我曾经答应过娘亲，要好好照顾丽儿。洞庭湖有千千万万个丽儿，曾经那个丽泽的丽儿，尝尽了几千年寄人篱下的滋味。我不想让他们再重蹈覆辙。夜神能够设身处地推己及人，实乃洞庭水族之福啊！先生，啊，你伤势太重，快快躺下。先生，润玉有个不情之请，我势单力薄，无法与天后抗衡，请先生慈悲为怀，恳请先生多多照顾那些流离失所的洞庭水族。放心吧，本神定当尽力而为。
自洞庭湖那日起，本身便已决心与天后周旋到底。多谢先生，匡罗先生，请你们切莫将人鱼受伤之事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米儿。我不希望他担心，更不希望他看到我这副丑态。答应我，不要为我悲伤。我一定会找出凶手，替你报仇。3月之后，选个良辰吉日，便为锦觅与润玉完婚。动心忍性，动心忍性，为父教了你多少次了，你就是学不会。如今，你跟天后势成水火，这让本座十分的为难。天后是有些过分，但她是奉了本座之命，你服你天后，就是服你本座。九霄云殿上所发生的一切，就当作是个教训吧。孩儿知错。本座已经赦免了洞庭水族。今日之事，关乎到天界的声誉。你为洞庭余孽受过，遭受天雷电火之事，日后万万不可提及，知道吗？是。好，那你就立个上神之誓。润玉发誓，只要日后父帝母神不再提及此事，不再追究，此事就此结果，润玉绝不重提。父帝，我娘亲，她真的就这么十恶不赦吗？此事已经盖棺定论，无需在意。身为上神，不至于物，不乱于情，修为还需精进。你放心，你生母之事与你无关。我倒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，你竟敢忤逆天后。孩儿知罪，当时情急，孩儿无暇多虑。方才为父没有立即赶来，也是有些要考验你的意思。想不到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日后制衡天后和鸟族，就靠你了。父帝，若我当时没有站出来，你是否就会毫不顾及洞庭水族的生死？
你还年轻，等你再多活几万年，你就会知道，人生百年，修行千载，其实在我们上神的眼里，他们都与浮有无异。短短一瞬，毫无意义。沧海桑田，少了他们，不会有什么变化。这便是天道无情啊！这几千万年，漫漫的神途，傅鼎可曾动过一丝恻隐之心？本座也不但告诉你一句实话，天地才是这天地间最大的囚徒。娘亲是我害了你，我有罪，我有罪。不，是他才是这世界上，是这世界上一切的罪魁祸首。在你心中，你根本没有什么父子夫妻、天伦之情，所有人在你心中不过都是手中的棋子。天道无情，傅鼎，人欲受教了。活下去，那些杀不死你的，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。米尔呢？刚刚还一直在念叨肉肉，这会儿应该睡着了吧？啊，夜神如何？旧恨新仇栽秧不断，满腔冤屈申诉无门。看来他和天后的怨恨难以化解了。今日此事虽有天地压着，却已悄悄地在天界传开。天后此举已引起公愤，倒是夜神绵里藏针，扳回一局。过去我一直认为夜神秉性柔和，没想到他是小妾而大勇，杀身成仁，忍人所不能忍。这份气度，这等血性，非常人所能及啊！天后锋芒毕露，物极必反，要变天了，且看着吧。玉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张姐，我有错，我犯了大罪。那日洞庭水族的人来找长姐，要与我们花界联手，共同对付天界。我鬼迷了心窍，一时糊涂，竟相信了那人说的话，便把锦觅的身世告诉了他。什么？玉兰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啊？所以此次锦觅历劫，险些被人用灭灵剑射杀，想必都怪我泄露了他的身世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
不求长姐原谅，只求一死，以谢先主在天之灵。你就这么一死，有何颜面去见先主？可我就这么活着，又有何颜面再见众姐妹？罢了。我明白你的心思，你也是一心想要为先主报仇，才犯下这个过错。可是玉兰，先主既然不许我们报仇，便是担心这冤冤相报。他已身归天地，最在乎的唯有锦觅。念在你真心悔过的份上，此事以后切莫再提，便当从未发生过。是。答应我，日后我们姐妹同心同德，谨遵先主遗训，守护好锦觅。是，长姐。锦觅仙子，现在应该称锦觅仙上了。好说好说，仙上可是来看大殿下的。仙上还不知，天后以叛乱为由，将大殿下刚刚认回的生母当场处死。处死了？大殿下生母离世之后，他不寝不食，不如你劝一劝他，他一向最听你的话了。好。大神仙，蜜儿，我刚刚听说你的生母去世，虽然不知其中有何曲折，但是小鱼仙官你为人如此善良，你的生母也定是一个温柔贤良之人。方记起儿时的一切，方知道生母是谁，方将娘亲认回，我便眼睁睁地看着她在我面前死去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刚刚我眼睁睁地看着肉肉为了救我而远山寂灭，而我也一样无能为力。我能明白你的心情。肉肉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让我放下，凡间有句话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你的娘亲肯定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不寝不食，不希望你这样颓废下去的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是啊，我想正是因为他们太爱我们了，所以定然不愿看到我们悲伤。爱？蜜儿，你似乎和从前有些不同了。有何不同？听矿路说，父帝已经定下了我们的婚期。你如何打算？你如何打算？这个时候我若说不愿意，想必会让他更伤心的。
母亲生前，我未能在她身边承欢膝下。如今母亲已经仙逝，我想向父帝请奏，为母亲守孝3年。蜜儿，现在对我来说，你便是最重要的人，你可愿意等我？陪我一会儿可好？只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才可以不那么恨，不那么痛。哎呀，锦觅，想死我了！锦觅，哎，让我看看你金仙上仙有什么不同啊？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嘛。咦，我倒是觉得处处都不同啊。锦觅见过长方主、海棠方主，幸好锦觅平安归来，否则我真是罪不可恕，愧对仙主了。小女害长方主，为他担心了，都怪我这个做父亲的疏忽大意。谁曾想到这区区数日，便生出这么多波折，难怪天界不让我们干预此次历劫。没想到这背后竟然是阴损陷阱，此番我花界真是忍无可忍了。我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？不过你不要忘了，子芬对你的嘱咐，此事需要从长计议。你们花界莫要牵扯进来。若不是仙主点化，又岂有我姐妹如今的修行造化？虽然仙主再三嘱咐不要寻仇，可欺负锦觅，便是欺辱我花界。我等岂能坐视不理？诸位的一番美意，洛林心领了。洛林在此谢过诸位。不过蜜儿此番历劫饱尝困苦，需要好生休养，重整心情。这件事情我也需要再好好想一想。锦觅，此番让你受苦了。我在人间过得并不苦，因为有肉肉陪着我。不过，肉肉在哪呢？他活过来了。肉肉本来活了，可是后来又死了。啊！肉肉命定如此，你就不要自责了。本来这人间一事，便是你执念求来的。我瞧着锦觅这次回来，倒是长进了不少。今日竟还具了花神之位，倒是叫我们有些意外。我一听到让我掌管花界之事，我脑袋都大了。我觉得也对，倘若蜜儿当了花神，那花界恐怕就该乱套了。爹爹，神仙亦有所长，亦有所短呀。像我吃喝玩乐在花界肯定排第一，但是要是掌管花界的大小事务，还得长方主您做主。只有您做主了，大家才能放心啊。蜜儿果真是越来越懂事了。好了，咱们进去再说吧。水神，请。走。在凡间时，为了虚凤，我甚至亲手杀死了凡间的生父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也并无一丝回心转意。姨母，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。看来，在凡间这一遭，旭凤对锦觅越发念念不忘。姨母，那这可如何是好？你先别乱了分寸。这事容我再想想。你先回去吧，回去好好休息，等我消息，好不好？是。锦觅。
一眨眼，你都去了2年了。不知你是否已重新投胎转世，回到了人间？若是有缘，能再追随你一世，就好了。辽云君，你对凤娃的这一片忠心呐，果然没有叫老夫失望啊！你这位小兄弟从何而来啊？小兄弟，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还要被人称作小兄弟，真是耻辱啊！是人是鬼？我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我是仙。你下的这盘棋啊，倒是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。爹爹是在夸我吗？自信绝对是你的一大优点呀。你有什么话想对爹爹说吗？爹爹，倘若我现在跟您说，我不想成亲，您会怎样？为何？我以前觉得与叶神成亲无胜不妥，可是如今觉得有何不妥？此番我去人间，我觉得此番你去人间，跟火神发生的那些事，皆如同黄粱一梦。凡人紧密所思所想，与上仙紧密所作所为，切莫混为一谈。此番你要先深思熟虑，再做打算。未来之路，切不能如同这盘棋，一错再错了。怎么样？辽云君啊，你可得记住了，我推你下界这事儿啊，切莫向凤娃提起啊。凤娃，我把辽云君给带回来了。参见殿下。此次你随我一同下凡，护我周全，辛苦了。这是属下应该做的。也只有你想到跳下那个因果天机轮盘，随我一同下界去做个凡人。不过你要是以仙人的身份，不是更能护我周全吗？对呀，老夫怎么没有想到啊？那个，我那姻缘符还有好些姻缘没有签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辽云君，凤娃这几日啊被禁足，你好生照顾着啊。凡间的那些凤凰灯现在何处啊？都收进亡灵了。帮我把它带回来，至于留子之办。是，去吧。殿下，
何没有我与锦觅同坐的那一盏？青铜知道那是翼王最喜爱的一盏灯，便将它放入了锦觅和翼王的棺椁之中。属下一时忘了。凡间的青铜挺聪明的，怎么回到了天界，你倒少了几分灵气啊？属下这就去取回。老胡，你看，不错不错，总算打起来一个。老胡，葡萄晋升为上仙以后就是不一样了。以前啊，他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了，可是现在呢，这小公他玩了2、3下就没了兴趣。难道晋升为上仙就会变得无趣吗？依我看，他有好多的心事，伤怀的、烦闷的、开心的，反正各种情绪搅在一起，以至于对玩耍都没有了兴致。伤怀是因了肉肉之死，可烦闷却是为何？他都已经晋升为上仙了，又得了很多的灵力。哎呀，据我揣测呀，还是因为这个夜神。夜神怎么说也是上神呢。小桃桃虽说晋升了上仙，但终究比他的未来夫君那低上那么一级，难免有些自卑吧。啊，有理有理。哎，那葡萄高兴的一定就是他跟大殿下已经定下了婚期。哎，对了，哎，何物闯入了水镜？锦觅，你看我打到了一个什么有趣东西？没想到这薄薄的一张纸还能做成凤凰的模样呢。本来呢，我想打开瞧一瞧，学习一下做纸凤凰的技巧。可是谁知道这纸凤凰啊，像被人注了灵力，我们竟动不得它半分。真的是很神奇呀！今夜入定时，刘子池盼见，共饮桂花酿。哎，写的什么啊？你没听见什么，也没看见什么吧？没听见什么，听见什么了？没事，没听见就好。何人？变成公主。我要去西吴宫。公主，火神殿下现今已被天帝陛下禁足，恐怕无法相见。我有要事相告。原来刺杀锦觅的人是灭灵族的后人。他叫木慈，是灭灵族人。原来是灭灵族的人，怪不得会有灭灵剑呢。灭灵剑需要用他的骨血炼制，一旦出事，便会引起忘川幽冥之怒。若不是有人威胁他，他也不会冒着被魔族发现的危险炼制这灭灵剑。而且，从前的木慈，也绝非是不辨是非善恶之人。方才有个灰影进入了子方圆宫，木生可有危险？天后娘娘一切安好，只不过属下在无意间听到了那人与娘娘的对话。天后娘娘故意将您支去忘川，想要趁人不备，在人间杀了锦觅仙子。若是能找到威胁木慈之人，便知道是谁要杀锦觅，我也能够救木慈。事关锦觅性命安危，我定会查明真相。只是木慈的所作所为，凤兄，能否看在木慈曾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本性善良的份上，饶他一命？我知道此番没有你，锦觅恐怕凶多吉少。你救了他，便也同意救了我。放心吧，若是有木慈的消息，我定会及时相告。多谢。哦，还有一事，你一定要小心魔界顾城王。你在人间历劫之时，他曾经想夺取灭灵剑，对你不利。好啊，正好我好久没陪他玩玩了。如今我回归仙体，他更伤不了我。那我先行告退。梁元君，殿下，你暗中协助流英公主，一同寻找那木慈的下落。此事怕是和母神有关，你多留意一些，尽快把这个木慈找到，去把母神请来。是。旭儿，
真是委屈你了，往后可不能这般任性。想起你在凡间经历的这些苦楚，母神整日里总是夜不能寐。而且这一回，你和锦觅一同下界历劫，定会招来很多闲言碎语，以后莫再如此糊涂了。纵有闲言碎语，我亦会担着。胡说！锦觅到底有什么好，竟然让你一再飞蛾扑火？正如母神所见，不论旭凤是人还是仙，唯有锦觅入得我心。母神不必再大费周章了。你是忘了吗？你不知道瑞玉和锦觅已定下婚期，再这般任性妄为下去，你是要做天界的笑话是吗？我辛辛苦苦地为你铺了路，可不是为了让你这么执迷不悟。儿臣今日请母神来是有一事要问。灭灵剑可是母神所为啊。好啊，你今日为了锦觅竟来质问母神，实在太让我失望。你就不怕伤母神的心吗？母神就不怕伤了儿臣的心吗？非要用灭灵剑刺杀儿臣心爱之人。你到底是从何听来的谣言，竟污蔑我跟灭灵剑有关？若不是母神趁着人间历劫时要刺杀锦觅，我又何尝愿意跟到人间走上一遭？母神若是杀了锦觅，就如同杀了儿臣一样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糊涂虫啊！别怪母神没有提醒你，如果你还执迷于锦觅那个小妖精的话，终有一日你会后悔的。锦觅如今无恙，便罢了。锦觅若是有丝毫损伤，旭凤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你，哼！公主，请留步。仙君还有何事啊？殿下命小仙协助公主寻找木慈的下落，只是小仙与那木慈素未谋面，不知他形貌如何，还请公主示下。看我糊涂的，我都忘了。你且等等，他多半还会戴一张面具。多谢公主。应该谢谢仙君才是，有劳了。公主客气了，殿下交代过，如今他不便外出走动。公主有何差遣，尽管吩咐小仙，小仙定当尽力而为。凤兄古道热肠，刘英无以为报。哦，对了，公主，公主可认得此物？这块印信，你从何而来？当年小仙随殿下下凡历劫之时，机缘巧合，曾帮助一位奇人，这个印信就是那位奇人所赠。那位奇人还在这个印信上加了一道随身咒。小仙在人间之时，一直未曾离开小仙身边，直到回天上之后，才得以解开。观此物的形制，似乎是魔界之物啊。这块印信确实是由我们魔界的魔铁所铸，不过它究竟归属何人，刘英不知。既然是魔界之物，不如交给公主保管。这怎么可以？这是别人赠你的，刘英怎可越俎代庖呀？当日那位奇人允诺小仙凭此物可以完成一个心愿，小仙只是举手之劳，不求回报。而且小仙也并没有什么未完成的心愿，不如公主将此物带回魔界，说不定可以遇到它的主人，完璧归赵也好。又或者公主可以找他帮忙救急，总比小仙拿着有用啊。那好吧，我帮你回去打听打听。如今你在天界，万一被旭凤他们发现了你，那可麻烦大了。你马上去凡间的地宫隐藏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那世界天残，是。好美啊！你怎么把他们全部带到天界来的？我已经对他们都施了法，永远都不会灭。只要你想看，随时都可以来留自持。那个那么丑，你也把他带来了？
反而我觉得这盏灯是所有的凤凰灯里最美的一盏，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的回忆啊。这是圣女跟翼王的回忆。如此美景，若是能配上自己酿的桂花酿，便再好不过了。其实我在下凡之前，我把我自己酿的桂花酿埋在这里啦。前几日我已经将它们挖出来了，今日便尝尝你酿的美酒吧。嗯。你酿的这酒确实香醇无比。行走6界，必要才艺傍身啊！为何这般盯着我看？不用隔着面纱看你，真好。在情书里找到没声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。好看吗？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声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声许愿的地方，种下一朵红叶，把时光燃烧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声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你在人间的时候曾允诺愿意嫁给我，你且愿意吗？可是什么？可是我跟小鱼仙官还有婚约呢。那若是没有这个婚约，你愿意吗？我会跟爹爹交代清楚，让他退了这个婚约。等那个时候，我自然是……那时便如何？等那个时候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你方才的话，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到那个时候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淡去一身尘灰，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。一壶清酒一身尘灰，一年来回不遇上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而花开只是才醉。
凤娃，老夫观你一脸桃花，看来你这个禁闭关的很是惬意呀。叔父真会说笑。快说，到底有何好事？叔父想多了。哎呀，快说快说，一定有好事。叔父，既然请你来，是有事想问你。何事？是关于夜神生母之事，叔父可否与我详细道来？啊？这顾城王还不知道你回魔界了，想必也瞒不住太久。你还是赶快出去避避风头吧。我为何要走啊？如今就应该告诉魔尊，处置顾城王。这顾城王一直巧言令色，深得魔尊的信任。你认为魔尊会如何处置这件事？说的也是，那个苍伯一向是非不分。哎，休要胡言乱语。那你跟我一起走。魔界上下这么多事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那顾城王也不会对父王善罢甘休的。这顾城王一直想扳倒你父王，你何时见父王被扳倒了呀？你什么人？木慈。殿下说了，此人暂时交于流英公主，望公主能够妥善看管。若将来天庭需要此人作证，还需要此人言明一些真相。火神殿下慈，流英牢记于心，还请转告殿下，流英定不负殿下所托。多谢了。告辞。这下看来是谁都走不了了。父王，木慈到底怎么了？他的体内被人中了尸解天蚕。尸解天蚕，可有解？这种秘术，据说可以给将死之人续命，虫在人在，虫死人亡。尸解天蚕分为子虫和母虫，这母虫一定要定期以养蚕人的鲜血来供养，其后由母虫来喂养寄托在宿主身上的子虫。如果这子虫得不到定期喂养的话，它就会反噬宿主的灵力。如果想要彻底移除尸解天蚕，需用火系法术炼化子虫，但是宿主怕是也活不长了。他如今这模样，尸解天蚕应该已经开始反噬他的灵力。他果然是有苦衷的。父王，我们现在该如何是好？目前我也只能暂时控制他的情况，
但若不能喂养他体内的世界天蚕的子虫，恐怕……究竟是谁这般残忍，竟有如此狠毒的天蚕来控制母子？这世界天蚕，乃是火系法术高强之人的鲜血才能供养，其他人难以使用啊。火系法术高强之人不是都在天界吗？女儿，我知道你对木慈一片真心，但是他毕竟是灭灵族的人，况且现在又和天界扯上了不清不楚的关系。父王只想问你一句，你当真要把他留在这儿吗？父王，我一定要把从前的木慈找回来。我明白了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在府上你大可放心，都是我们的亲信。但是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能让魔界的人发现木慈在这儿，要不然，这可不光是木慈一个人性命难保，你明白吗？刘英明白，多谢父王。怎么把棋撤了？不下一盘？你我下棋，从来都是你赢一局，我赢一局，毫无悬念，有何意义？也罢，今日我是来寻你喝一杯的。你生母之事，我已知晓。这杯酒是我替母神赔罪的。重孝在身，不便饮酒。是我疏忽了。母神，他杀的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罪人，你又何必赔罪？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你生母……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的好，你还在禁足，别又惹得傅地与母神不开心。快回去吧。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母神所作所为，我并不认同。说句不敬的话，你我的母亲，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你我而筹谋。所爱非其道，想必你也深有同感。我本就对母神替我铺设的天地之路毫无兴趣。兄长比我贤能稳妥，日后我愿追随兄长，臣服于兄长。我也希望兄长愿意原谅母神。徐芳，你能这么说，我心领了。只是你来找我，应该不只是为了说这件事吧？还有一事相求。锦觅。火神对我的未婚妻似乎分外的上心。我希望你能取消与锦觅的婚约。天界的权利，我不会与你相争，也会替母神赔罪。我唯独希望你能放下锦觅。我与锦觅的婚约是傅地与水神定下的，我有何权利说放下就能放下？再者，天界的权力从来都是握在傅地与母神的手中，他们愿意交给谁，不是你争与不争能够决定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与锦觅两情相悦，你们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。
从来都是靠你们母子的施舍得失。你们总是决定给我什么，或拿走什么，我便要乖乖接受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主宰自己的天命。从此刻开始，我要自己选择。锦觅，我绝不会放手。这个给爹爹，这个呢给林秀隐。是不是也应该给凤凰点什么？毕竟他曾经为了我，连性命都给我了。送他什么好呢？有了。凤凰，我便赠你一半真身，许你一刻的春华秋实。林秀姨，这个是给你的，这是灵芝养颜膏，可以养颜润肤。你四处布风，肯定内耗特别大，实质啊可以固本培元呢。蜜儿真是有心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修炼的时候伤了元神了？没什么没什么，这还不是乖爹爹吗？我从人间回来以后一直催着我修炼。好了好了，你也有，开心了吧？这个呀，是人参守污膏，可以乌发延年，补益精血，最适合爹爹了。你这次回来之后，爹爹何时催你修炼了？这些都是你自己炼制的？好啊，会疼人了。去人间历练了一趟，到底是长大了。其实，我这次去人间，我觉得收获颇多的。我经历了生离死别，求不得，爱离别，见惯了生死，看破了红尘。我好像一夜之间懂了特别多的事情。有何心得体会啊？倒也没什么。爹爹先喝茶吧。乖。林秀姨，我这两天听到2个嘴快舌长的仙娥说，文月仙子想跟孟章神君讨回了婚书，真的假的呀？没听说啊，他们俩婚约已定，这可如何讨回？爹爹，在我们天界，如果这个婚书它一旦定下来，是不是就不能反悔了呀？你可是要取消与夜神的婚约。小鱼仙官的娘亲刚刚离世，我自然不能提。不过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看你的母亲。今天当着你娘的面儿，跟爹说实话，推辞花神的任命，是不是为了火神？是的，爹爹，我跟凤凰已经相约相许了。爹知道，你在人间历劫之时，和旭凤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。在你一生中，那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的记忆罢了。不是的，爹爹，
我在人间的一生，虽然在天界看来不过是个把月，很短暂，可是我却铭记于心。在人间的时候，我愿意为凤凰殉葬而无悔，他也愿为了我殉情作伴。我想这就是爱啊，就像当初你跟我娘亲一样，不也是这样的感觉吗？你为了他，不也是愿意倾尽自己的所有吗？相恋容易，可事情并非你想的这般简单。天后，他不是好对付的人。在人间的时候，爹亲眼看到他加害夜神的生母，他如此强横，你若跟旭凤在一起，是会吃苦的。爹爹，我知道，可是这些问题早晚都要面对的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了，我便不会再去逃避它了。爹是不想让你步你母亲的后尘。爹爹，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难道非要把过去的事情放四海而皆准吗？如果飞升成仙，连自己想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自己想厮守的人也无法争取，没有办法在一起，那有何意义呢？不如到人间做个凡人，虽然人生苦短，但至少可以痛痛快快，至情至性啊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满腔热忱解决的。可是若连热忱都没有的话，如何解决事情呢？此事还需从长计议，待有了妥善解决之道前，你切莫冲动。我知道了，爹爹。公主殿下，护慈，救！公主，魔医开的药都给他服下了吗？公主殿下，药已经按照魔医的意思服用过了，依然毫无起色，怎么会这样？给我，给我。好，我给你药，我这就去给你拿药。还有没有药？全部拿来！都拿来。天子，天子，他口中所说的到底是什么？天后知罪，祈愿知错了。看来这一回，蜜儿对火神是动了真情了。小儿心性，原来不是还钟情于夜神吗？一场历劫倒是长大了，这心也变了。谁知道他日后还会不会变？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，暂且压着吧。我看这回蜜儿不一样，你不是也希望她能驾驭心中所属吗？你可是担心天后的关系。火神虽然和天后不是一路人，但是母子连心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天后又怎么会容得下蜜儿呢？倘若日后天后对锦觅有何不利，那火神又会作何选择呢？让我担心的是，蜜儿夹在火神与夜神之间，天帝这两个儿子都性子刚烈，认准一个死理就不肯放手。你不觉得和天帝年轻的时候很像吗？当年子芬因为天帝吃了多少苦，我绝对不能让锦觅再重蹈他母亲的覆辙。经过这次历劫，我看火神对蜜儿倒是一往情深，不同于乃父。天帝对子芬何尝不是一往情深？这是一种执念，执念是可以杀人的。当年天帝得不到子芬，就祸害辜负了这么多人。倘若他得到了，这天下就会太平吗？天后娘娘口谕，大殿下服孝期间就留在玄机宫守丧，不必出门，步行职业也可免了。润玉遵旨，
天后娘娘体恤殿下，特命我等送来2种不同仪制的丧服，供殿下选择。都放下吧。天后娘娘说，请大殿下自己决断，是选择天界或是龙鱼族的礼俗。另外一个命小仙带回，